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2025年3月29号，小米苏7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造成即将毕业的3名女大学生不幸身亡。这件事儿引起了人们对智能驾驶的热议。根据小米公司发言人4月1号微博的博文，2025年3月29号22点44分，一辆小米苏7标准版在德尚高速公路持旗段行驶过程中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我们对此深感痛惜。据初步了解，事故发生前，车辆处于 NOA 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以1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持续行驶。事发路段因施工修缮，用路障封闭，自车道改道至逆向车道。车辆检测出故障物后，发出提醒并开始减速。随后，驾驶员接管车辆进入人驾状态，持续减速并操纵车辆转向。随后，车辆与隔离带水泥桩发生碰撞。碰撞前，系统最后可以确认的时速是97公里每小时。碰撞发生后，我们立即与车主取得了联系，了解非车主本人驾驶，同时紧急救援，呼叫车上成员并报警，呼叫120紧急服务。此后，警方随即抵达现场，全面介入调查事故。同时，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于30日赶赴铜陵，在警方的指导下，积极配合调查、取证等各项工作，并于31日晚依法向警方提交完成我们所掌握的车辆行驶数据及系统运行信息。我们将继续全力配合警方工作，并严格遵循调查结果，确保事件处理公开透明。同时，我们的专项组也将在警方的许可和指导下，与事故受难家属取得联系，全力协助善后事宜，并提供支持和帮助。我们将目前所知并提交警方的信息摘要公布如下：3月29号22点27分17秒 ，NOA 激活，车速是116公里每小时。我在这儿插一句，所谓的 NOA 指的就是小米苏7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3月29号22点28分17秒，轻度分心报警。3月29号22点36分48秒 ，NOA 发出脱手预警提示，请手握方向盘。在我看来，此时的 NOA 不应该仅仅是提醒，而是应该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比如降低车速等，来敦促驾驶员把注意力转移到驾驶工作上。关于这点，咱们稍后还可以继续细聊。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看小米官方发布的车辆行驶数据。3月29号22点44分24秒 ，NOA 发出风险提示，请注意前方障碍，发出减速请求，并开始减速。通过看后面的车辆行驶数据，我们知道，从此时开始至44分26秒发生碰撞，剩余仅约2秒的时间。按照人体正常反应，驾驶员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注意力转移到驾驶，从而做出正确的反应。另外，根据国标44721-2024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驾驶员介入申请从发出到因执行最小风险策略而终止的时长应不少于10秒，使驾驶员有充分的时间接管车辆。可惜，该国标并非强制性的技术要求。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在飞机和汽车上应用的比较广泛的系统 HUD， 它的中文名称是平视显示系统。在汽车行业，它还被叫做平视显示器。该系统是一种把信息投影到驾驶员视线内的技术，最早应用于军用战斗机，后来才发展到汽车、航空和增强现实等领域。咱们现在用的 AR、VR 也都包含这个系统。这套系统的关键就是要把驾驶员视线的焦点聚焦到无限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时候，目光的焦点就是在无限远的，而 HUD 一般和驾驶员的距离只有1到2米，所以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手段，驾驶员在看 HUD 和看路面的时候，眼睛就需要进行频繁的变焦，这就会加快驾驶员的眼疲劳，造成驾驶风险。NOA 智能辅助驾驶在被使用，并且判断出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应该明确的知道，从智能辅助驾驶转换到人工驾驶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别的不说，就仅仅考虑驾驶员把目光的焦点从近处调整到无限远，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信，大家可以拿起手机看屏幕5分钟，然后立刻放下手机，眺望远方，看看自己要多久才能看清远方的物体。所以 NOA 仅仅提前2到3秒把车辆的控制权交给驾驶员，肯定是不合理的。我注意到有说法这么说，如果有激光雷达，就可以提前识别到障碍物，也就提前减速了。这次事故就是因为识别出来太晚，来不及反应。对于如果有激光雷达介入，有效探测距离能更远，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说到有了激光雷达就能提前减速，从而避免这次事故，我却不能完全认同。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动驾驶的核心控制策略有问题，有效探测距离再远，仍然存在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咱们可以稍后再进一步讨论。现在咱们还是先把公布的行车数据看完。3月29号22点44分25秒 ，NOA 被接管，进入人驾状态，方向盘往左转 22.0625 度，制动踏板开度 31%。3月29号22点44分26秒，方向盘往右转 1.0625 度，制动踏板开度 38%。3月29号22点44分26到28秒之间，车辆与水泥护栏发生碰撞。3月29号22点44分28秒，车端依扣触发。3月29号22点44分39秒，车端依扣接通，确认事故发生，并报警，呼叫120急救服务。3月29号22点45分06秒，与车主取得联系，确认非车主驾驶。3月29号22点47分15秒，调配120成功。3月29号约23时许，120抵达现场。到这儿，咱们就看完了小米公司发言人在微博上公布的车辆行驶数据。不过，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咱们还要明确个概念，那就是发言人在微博中反复提到的 NOA 智能辅助驾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美国汽车工程协会 SAE 的标准，自动驾驶可以分成从 L0 到 L5 共6个等级，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表格。有报道说，小米SU7的自动驾驶，或者说 NOA 智能辅助驾驶，属于自动驾驶的 L2 加级。它主要依靠小米 Pilot 系统，具备较强的高速领航、城市辅助驾驶和自动泊车的功能，并没有达到 L3 级别。而且即便是达到了 L3 级别，在特定情况下也是需要驾驶员介入的。那么是不是 L2 级别的车辆在高速上使用 NOA 就一定不安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就得先回到我前面为自己挖的坑。为什么我会认为即使有激光雷达，如果自动驾驶的核心控制策略有问题，有效探测距离再远，事故仍然有可能发生？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让我先来向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有效探测距离。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您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决定驾驶时的最高车速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呢？当然，在这儿咱们讨论的是控制策略，所以不考虑因为车辆性能而引起的最大车速差别。同时，道路的限速要求最多只是决定了车辆最高车速的极限，
在驾驶时并不一定非要一直以这个最高车速进行行驶。所以，如果你的控制策略是把确保成员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话，真正决定在驾驶时车辆行驶速度的是当时的环境条件和道路状况。而不管是环境条件还是道路状况，其实都可以反映到可以感知并制定有效控制策略的距离上。对于有人驾驶汽车，简单的说，就是你能看清楚前面路况并做出正确反应的距离。就比如在大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车速。而对于自动驾驶而言，就是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能够有效感知并制定相应控制策略的距离，我们就把这个距离称为有效探测距离。事实上，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如果装备了性能良好的探测设备，有效探测距离会较远。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提前对较远距离的路段制定出驾驶控制策略。当经过一段时间 t 之后，车辆行驶到这个路段时，就按照预先制定的控制策略实施控制就可以了。当这个时间 t 一定的时候，由于距离较远，所以对应的速度也就比较高。但如果车辆的探测设备的性能较差，只能探测较近距离路段的情况，并制定控制策略的时候，如果时间 t 仍然是固定的，那么相对应的车速就应该较低。说白了，就是决定一辆车在当下所能行驶的最高速度的因素，除了道路的速度限制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车辆当前所能探测并制定相应控制策略的最远距离，也就是有效探测距离。对于 NOA 而言， NOA 驾驶的车辆的最大车速取决于它当下的有效探测距离。至于这个时间 t， 则至少包括3部分的内容。首先是车载计算机在收到雷达等传感器的探测数据之后，分析判断所需的时间 t1。 这个分析判断指的是计算机判断自己能否根据数据制定出相应的控制策略。其次，如果计算机判断自己不能够制定相应的控制策略，则需要转入人工介入，而人工介入和计算机的交接班时间为时间 t2。 第三，人工介入之后，需要给人一段时间来适应当前的情况，这个时间咱们把它记为 t3。 最后，当人适应了当前环境，并制定了正确的控制策略之后，处理当前情况所需要花的时间 t0。 根据这个分析，国标44721-2024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里提到的驾驶员介入请求从发出到因执行最小风险策略而终止的时长应不小于10秒，指的就是 T0 加 T1 加 T2 加 T3， 也就是时间 T 等于10秒钟。但是要知道，这个提法虽然相比于苏七这场事故中给出的2到3秒的提前量大了不少，但也并不是十分合理。为了便于说明这一点，在这儿我们不妨用苏七来做个假设，试着来推导一下时间 t。 根据小米官方的数据，小米苏七在10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下的制动距离是 33.3 米。由于制动距离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小米苏七在不同的速度条件下的制动距离，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表格。然后我们再来考虑一下人机交班的时间 T2。 这个时间我现在不太好确定，因为这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然后再根据数据的结果进行统计而得出。在一般的情况下，实验数据会呈正态分布，统计时会选取3倍西格玛或者5倍西格玛的偏差。如果选取3倍西格玛，则能够覆盖 99.7% 的数据。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暂时把这个 T2 假定为5秒钟。同样，我们把适应情况的时间 T3 也假定为5秒。计算机处理数据，给出判断结果的时间一般在100毫秒以内，所以我们把 T1 这个时间假设为 0.1 秒。因此 T1 加 T2 加 T3 就是 10.1 秒。
根据小米公司发言人的微博给出的数据，苏七在提出风险警示时，车速应该是介于每小时97到116公里之间。我们暂且算它是100公里，就可以算出在 T1 加 T2 加 T3 这 10.1 秒时段内，车辆可能依然会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前前进 280.6 米。而小米苏七在1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的制动距离是 33.3 米，制动时间 T0 是 2.4 秒，因此以100公里时速前进的苏七应该在距离事故发生前314米就发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留给驾驶员足够的交接时间、适应时间和处理时间，这个时间的时长是 12.5 秒。如果车速更快，则应该留给驾驶员更长的处理时间。当然，前提是苏七的有效探测距离要超过所需的要求。而本次事故，苏七仅提前了2秒，按照当时的车速计算，事故发生点仅在前方70米左右，这实际上要求驾驶员几乎在进入人驾的同时，就必须立即完全踩死刹车。对于一个人类驾驶员，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如果车辆的有效探测距离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呢？其实处理方法也很简单，在优先考虑成员生命安全的策略中，当 NOA 发现当前的有效探测距离不能满足当前车速下进行驾驶角色转换所需的要求时，就应该主动的降低车速，直至降低后的车速满足要求为止。我们知道路面上的情况是不断的变化的，不管用多先进的雷达、先进的视觉系统，车辆的有效探测距离其实也是在不断变化。NOA 就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有效探测距离，随时调整自己的车速，以适应随时可能出现的驾驶角色转换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从乘客的安全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我觉得可能是时候把国标44721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从原来的推荐标准作为一条强制标准加以实施了。虽然其中有关驾驶角色转换时间要求被笼统地规定为10秒，并不是十分合理，但这种不合理是可以日后修订的。最关键的是要让各个智能网联汽车厂家知道，不能在最后才将驾驶角色强行地转换成人类驾驶员，必须给人类驾驶员留出角色转换的适应时间。做不到这点， NOV 就应该不允许被使用。当然，目前我们就能看到，未来自动驾驶汽车肯定会大行其道，最终也很可能彻底取代人类。但它在取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能否牺牲一点速度和效率，少经受一些生命的损失呢？这其中固然包括对自动驾驶汽车有关速度的决策的规定，但肯定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做出规定的方面等着我们去发现。现在事故已经发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我觉得一条对驾驶角色转换时间的规定，可能是我们最好的对本次事故的逝者的告慰。另外，苏七的这次事故也让我想起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3定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3定律中，第一定律规定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坐视人类受到伤害，而第二定律规定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发生冲突。机器人第三定律规定，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定律前提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在阿西莫夫机器人3定律的基础上，一位笔名为康乃馨的科幻作家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电车悖论》的科幻小说，小说讨论的就是自动驾驶的事儿。在那部小说里，作者从阿西莫夫那里得到灵感，也为自动驾驶制定了2条法则。这2条法则是：第一，不可避免的必须发生的冲撞时，保证车辆撞向的人数最少；第二，在不违反第1条的前提下，保证撞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最少。
但小说中身为保险公司职员的主人公却发现，某家知名的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商的自动驾驶汽车在一次事故中却没有撞向迎面驶来的价格昂贵的跑车，而是却撞向了路边的3位行人。结果车内的人员都安然无恙，跑车上唯一的成员也是安然无恙，路边的3位行人却因此殒命。这种现象明显违背了自动驾驶的第一法则。后来经过主人公的深入调查，他发现该汽车厂商其实在自动驾驶2条法则的底层还有一条自动驾驶第0法则。该法则的内容是，在交通事故实在难以避免的情况下，要优先保证自己车上成员的生命安全。在那起事故中，如果自动驾驶车辆撞向对面驶来的跑车，自动驾驶车辆上成员的死亡概率是 24%， 伤残概率是 63%， 而撞向行人能最好的保证自动驾驶车辆上成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小说中提到的那起事故其实是自动驾驶第0法则起作用的结果。这个厂家正是依靠第0法则才获得了产品安全性高的声誉，从而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这部小说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清楚自动驾驶的底层判断逻辑的时候，后果可能会是很严重的。现在苏七的这次事故让人们不由得担忧，以后在自动驾驶上会不会还有一个比第0法则更底层的法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自动驾驶负1法则。该法则的内容是，在事故无法避免且无法保障车上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应尽快退出自动驾驶模式，将控制权交给车上的人类驾驶员。如果不想让类似的事件发生，制定相应的强制标准，规定出驾驶角色转换所必须的最小时间，肯定是一种必然。不管怎么样，科技的发展应该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更富有、更有效率。毕竟没有了生命，富有和高效都失去了意义。好，关于小米苏七事故引发的对自动驾驶的思考，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